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肖战杨紫10:05撞档真相，揭秘流量密码背后的故事。肖战生日那天，微博上的10:05突然成了粉丝们的心头好，两家工作室同一时间发博，这不光是撞档那么简单，更像是一场暗号游戏。别急着想象他们在背后默契配合，其实这不过是个技术和营销的巧妙结合。先说那个10:05，听起来神秘，但它其实就是微博新上线的分钟级预约推送功能里被算法选中的黄金流量窗口。肖战团队11次，杨紫7次精准蹲守这个点，不是什么灵魂感应，而是精打细算后的结果。就跟你抢双11红包一，要找准时机才能最大化曝光率。这么一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偶像间偷偷传情的小秘密，而是一场数字游戏里的商业角力。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到前阵子梅西世界杯决赛上那个让解说员都嗓音破裂的任意球。不是吹牛，那脚球绝对没靠运气，全的靠精准计算风向、力度、角度，一个都不能少。而娱乐圈呢？虽然没有绿茵场上的汗水淋漓，却有资本市场冷冰冰的数据支撑。明星们抢占网络高峰期，背后藏的是利益链条和粉丝心理学的一盘大棋。但为什么这么多人乐此不疲地去解读这些数字？因为人类骨子里爱故事，更喜欢给喜欢的人编织浪漫幻想。故为林之孝的热议，就是这种集体幻想下诞生出来的新符号。两个看似无关的人，因为一个时间点被绑在一起，然后大家开始脑补甜蜜剧情。这让我联想到邻居家的狗忽然学会握手，你能忍住多看几眼吗？这就是社群文化带来的魔力，也反映出现代年轻人在孤独与期待中寻找归属感的复杂心理。跳出国内，再看看余生，请多指教。在日本 Netflix 爆火的数据 4.2 亿播放量，说大话也罢，是内容还是包装功劳，都不得而知。但花絮频频放出，好像导演故意逗观众玩。剧情之外，还有我们安排好的情绪陷阱。媒体时代变了，不只是讲故事，更是在喂养你的内心软肋，用数据把你牢牢锁定。一部剧能做到如此境界，不简单啊！品牌合作更耐人寻味，各自拿下奥迪、Tiffany 或宝格丽，没有正面交锋却保持微妙距离，让八卦记者抓瞎。这操作堪比足球比赛里的阴影战术，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潮涌动。不管私底下有没有绯闻，有一点可以确定，资本善于利用公众想象制造热点，把关注度转化为钱袋子的鼓胀声响。在这样的环境里，人设早已成了一种商品，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经过雕琢过的舞台剧本。技术层面也别小觑，微博用分钟级预约功能，把原本散落的信息集中爆发，就好比给市场投下一颗定时炸弹。当屏幕上一遍遍闪烁着10:05，那些所谓巧合不过是机器按程序敲出的节奏。如果饭圈互动是真情流露，那么算法就是幕后操控者，比真人还要理智冷静。有时候我真怀疑，是不是连我们的热爱都快成了代码写就的一行行命令？体育圈也有类似套路，比如 C 罗转会曼联那段日子，他点赞谁朋友圈都会被无限放大解析，一举一动仿佛全球新闻头条。他可不是纯粹靠脸吃饭，还得凭成绩撑腰，但表演加商业炒作模式在娱乐圈同样通用。明星身份从单纯标签变成资产，被各路势力不断挖掘榨取价值，这波操作够狠吧？回望肖战和杨紫身上的光环与争议，无形中暴露当代社会对于隐私边界和公众人物身份冲突的新焦虑。在信息泛滥的大背景下，
每个蛛丝马迹都会遭遇显微镜般检视，而网友们往往只盯着别人家的芝麻粒，对自己门口翻倒的大西瓜视若无睹。这种现象说明，大众媒介消费习惯已经发生变化，青少年精神寄托方式正在转型，对传统家庭观念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提出挑战。我常常纳闷，这样割裂又充满矛盾的关系，将来还能留多少真实？所以，下次刷到屏幕上跳跃不停的10.05分，试试换个脑洞打开方式，它可能仅仅是一道科技催化出的灯光秀，一个披着华丽外衣的信息产品。同时，它也是现代生活碎片化体验中的小插曲，让我们停下来问问自己，到底盯紧的是数据还是梦想？毕竟，现在连恋爱都有可能被算法安排，我们是不是该认真思考，当所有东西都套上套路之后，还有哪些真诚值得相信？肖战与杨紫10.05分撞档的话题，一夜之间冲上热搜。粉丝一边尖叫这是什么神秘默契，一边截图考证，剪辑成浪漫视频，仿佛偶像们在隔空传情。然而真相往往没有那么梦幻，这场巧合更像是一场算法与营销共同操盘的流量实验。首先要搞清楚，这个10.05分并不是随意挑的时间，而是微博后台推送算法经过大数据计算后得出的黄金曝光点。在这1分钟内，平台的活跃度、转发率、话题增长速率都处于峰值。肖战团队11次，杨紫团队7次精准蹲守这个时间点，并非心灵感应，而是精密策划。娱乐产业早已进入数据战争时代，谁能抢占算法制高点，谁就能主导舆论风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撞档成了一种营销策略。两家团队明知会被联想，却依旧选择同一时刻发文，既能制造话题，又能借对方热度反哺自身。粉丝以为自己在课堂，其实早已被卷入一场资本游戏。微博、品牌方、剧方都在享受这场误会带来的流量红利。所谓巧合，不过是精心编排的剧本罢了。如果把娱乐圈比作绿茵赛场，那10.05分就是那脚计算到极致的任意球，风向、力度、角度全都经过设计。不同的是，球员靠汗水赢得欢呼，明星靠算法激发幻想。粉丝乐此不疲地解读每一次互动，因为人类天性就渴望浪漫，尤其在快节奏生活中，哪怕只是虚拟的甜蜜，也能带来慰藉。于是，一个普通的时间节点就被赋予了命运暗号的意义。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集体幻想也反映出年轻一代情感寄托的转移。现实中，人们缺少深度连接，于是将情感投射在虚拟偶像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与依赖。这种饭圈文化不仅仅是娱乐现象，更是一种心理出口。它让人找到群体认同，却也在无形中模糊了真实与表演的界限。技术层面的进步让营销变得更精准。微博的分钟级预约功能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引爆，舆论瞬间被推向高潮。算法掌控着节奏，而人类的情绪则被轻易调动。看似自然的巧合，其实是被程序编排的节奏点。换句话说，连粉丝的惊喜都可能是设计产物。品牌也深谙此道。肖战代言奢华稳重的品牌，杨紫合作清新活力的路线，双方保持距离又互相映衬。这种互不越界的暧昧比任何炒作都更耐看。资本利用公众的好奇心制造话题，再将关注转化为实际购买力，这正是当代娱乐产业的核心逻辑。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一切都可被包装成内容，真诚是否还存在？如今的娱乐消费早已不止于作品本身，而是关于情绪的编程。算法决定曝光，流量决定资源，演员与观众都成了被操控的角色。我们以为在追星，
其实是在被数字推着走。因此，面对10.05分的浪漫幻想，也许我们该问一句：到底是谁在操控谁？当算法可以精准预测情绪波动，商业可以制造情感需求，我们是否还拥有选择的自由？或许真相并不浪漫，但至少清醒。10.05分这道时间暗号，既是资本与算法联手打造的流量剧场，也是一面镜子，照出当代人被数字化裹挟的生活现实。它提醒我们，在被故事感动的同时，也别忘了保持一点独立思考。毕竟，真正值得相信的从来不是算法制造的巧合，而是我们仍然愿意去寻找真诚的那颗心。